我们的帮帮卡交通灯就是红色、黄色、绿色都得拿掉。那现在帮帮卡出来了，有改变你的策略？我要做一个 Lamb Wellington。当你要做 Lamb Wellington 的时候，那个烘炉的温度要够高，不然它烘不起，然后颜色也不美，然后里面呢也是不熟。这个是我蛮担心 Chef 想的。这个是七星椒，现在可以放点孜然粒。阿妹她放了蛮多调味料，煎的时候可能会焦。如果阿妹能控制得好，肯定很好吃。3、2、1，时间到。2道小羊排，到底谁会胜出？请看成绩。我觉得主要还是要从味道来取胜，这是我自己的原创菜，所以如果 chef 们喜欢的话，我会非常的开心。其实我很少煮羊肉，我不喜欢吃羊肉，可是我就羊肉当成牛肉煮，所以味道上我是一个 question mark。恭喜Chef翔，手刀成功哦！到底为什么你会胜出呢？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评审有什么话说。May，你今天做的这道小羊排呢，熟度啊做的也很好。我只是觉得你有这个孜然，又有那个花椒盐，还有 chimichurri， 可能可以把其中一个代换掉，或者不放，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比较综合一点。OK。Chef 翔呢，他的难呢做得非常好，然后因为拿掉了这么多香料呢，他还能够保持那个湿度，有那个 mushroom 在里面，增加了整道菜的口感。阿妹，我记得在比赛开始的时候，你说你比较喜欢吃健康一点吧，但是在羊排这方面，油分是非常重要。可能你觉得那个 animal fat 是不好，可能以后考虑一下用其他的油来代替，就你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干。通常我是用烤箱去料理一整个羊排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切脂肪的。但是这样一小片一小片，如果我不切脂肪的话，是没有办法把脂肪化掉的。Chef 翔，我对你的 puff 非常的 impress， 因为我这个时间是不多嘛，你很聪明，就把这个 tray 下面就放了一点油，所以上下都能煮得非常 powder， 我觉得这个是很聪明的。煮的时候其实有点担心，可是就是要豁出去一下。对，这个非常聪明。我说妹，我觉得你都做到你想做的。如果你把羊扒那个味道就注重在一个味道啦，然后去把那个吃的味道给突出起来，使那个羊排更有性格的话，那可能就会增加你的优势。谢谢。然后对于阿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然后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之下，胜出也算是合情了哈。Chef 翔，我觉得你用那个香菇的五妈咪来综合你那道菜，做得很好。那阿妹，我相信你朋友跟你家人一定是真的很有口福。阿妹非常非常可惜，你的花椒盐做得很好，你的酱做得很好，孜然粉和孜然籽这些都调配得非常非常好。但是我们还是以主食材为最重点。非战之罪，因为一开始在煎这个羊排的时候，你会发现火好像不太够，但你有点急。我们讲说你要7分熟，你用水煮也可以煮到7分熟，你用烤也可以7分熟，煎也可以7分熟，所以你的羊排少了一个焦香味，那是因为一开始你的火候不够。那所以像 Chef 翔，很明显的是它是很弱的感觉，但是他为了要把它放到这个派皮里面，他花了时间去煎了这羊排的表面，所以当这羊排吃起来的时候，会多了一个羊排我们渴望的那个香气。你如果羊的部分可以像阿翔这边稍微煎得透一点，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应该会是你。谢谢，受益匪浅。阿翔在主食材这一块上面表现得非常非常好，是一道完整的菜，非常好，谢谢。Chef翔，恭喜你，恭喜你，谢谢。好，阿妹，非常感谢你可以让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位这么优雅的一位厨师在我们的擂台出现，但是很可惜把刀成功。他非常优秀。是在你离开之前有什么话跟我们的主厨们说吗？我达到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学到了新的东西。James， 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上了。谢谢。我知道我的朋友、我的家人都很爱我。每次我很用心的给他们做料理，他们会一直说 "You are great"， 但是 I need to hear what you guys are telling me. Yeah, that make me improve. 谢谢。谢谢阿妹的参与，谢谢你。
好，现在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我们下位挑战者会是谁呢？年少的我，音乐是我人生的主题曲。如今的我，烹饪是我对人生的诠释，因为我特别喜欢把故事和回忆融入料理的灵感当中。烹饪也是我和儿子独有的亲子活动。现在他对食物的喜好，也成了我烹饪构思的来源。你喜欢吃什么饼干？巧克力饼干。爸爸做的饼干好吃吗？Yummy。好了，爸爸。为了家人，我尽尽厨艺。我是有子万事族的老爸 Jason 洪明基。欢迎我们的挑战者 Jason， 耶 ！Jason 其实啊，他也是一位音乐分子。对，你大概10多年前其实有遇到你，在这个 Super Band 2，我的乐团叫我肥皂。你是弹键盘？对对。那你怎么会开始学烹饪的？以前追老婆的时候嘛，就是煮饭，哇，男孩子会煮饭很酷嘛。真的吗？真的，哎，你看，全部这样酷。故事都是这么写的。结婚之后还要你一直煮的话，这故事就不是那么酷了。哦，我以为通常都是弹吉他、唱歌，就是很酷。哦，那是以前，那是 old fashion， 现在是要做菜比较酷。OK， 所以你那个时候你煮了什么菜给他吃？因为他在外国读书的时候，就是很喜欢自己炖汤，所以我煮了这个 ABC 汤，所以这个 ABC 汤对我们来说也是很特别，因为我孩子也是很喜欢吃，他对菜有一点挑，所以那些比较 leafy 的 vegetables 他通常都不会吃。其实我们可以用菜来做甜点。哦，最有挑战的就是 okra， 那个 lady finger 我们可以做成一个 pudding，lady finger pudding。这个方法很好，很好，有学到了哈。有。好，问题来了。OK， 今天你要挑战的第一把刀是哪一把？我要挑战的是 Chef Pang。你为什么会选择挑战 Chef Pang？因为我老爸几年前就是因为癌症而去世，在他生前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去过 Chef Pang 的 restaurant 吃过。当时呢，他胃口啦全部都不好嘛，但是我们带他去 Chef Pang 的 restaurant 吃的时候啊，吃得很开心啊，讲这个很好吃，所以很多回忆就是能用食物来连接。所以今天挑战 Chef Pang 也是来回复一下 the memories that I had with my father。挑战就是要切磋，跟 Chef Pang 学习更多，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好，你要挑战 Chef Pang， 但是你要先过他徒弟才能跟他挑战。好的，好，徒弟请接招。耶！你终于啊！我看你真的错也不是，赞也不是，左扭右扭这样。对。好的，好，他是 Chef D， 我知道。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今天的主食材是，哎呦！你的主食材是什么？今天的主食材是花菜 cauliflower。哎呦！当下我也是一片空白，我在想说，惨了。我只能说这食材是很冷门的食材吧。cauliflower，Chef 你有常用吗？没有啊，师傅你准备好了吗？其实我跟你说啊，这食材真的很重要。是，他选的知道有一点挑战性。他们都是骗人的。我看很多集了，全部是这样讲的。哇，很有下来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抓紧时间，请备菜。哇，做一个泥，做一个炸的在上面，然后炸，做一个圆的，连一个炸的，连一个泥哦，3种。OK， tempura 发。小红葱啊，学来了。小红葱5粒够吗？葡萄酒有吧？掺葡萄酒嘞，开玩笑。你要鸡汤吗？我也是挑战哎，中餐师傅做西餐哎，要用本地种植的蘑菇。对 ，very good choice。所以你是其实从事什么行业？
我是在国家艺术理事会做工，这是帮助新加坡的艺术家发展的。是，所以你这道菜你在家里练习了几次？大概有5、6次吧。5、6次，蛮多的，蛮多的。你知道你的烹饪时间45分钟？知道。他多少？35是吗？35。对对。好，时间45分钟，计时开始。来了，加油加油！你现在准备的是什么？所以我在切 leeks， 我要做一个 pickle。哦。所以我今天会做一个 cauliflower cheese， 因为孩子对菜比较挑一点嘛。放 cheese 他比较爱吃。因为小朋友都喜欢吃乳酪嘛，哎。而且吃了会有强壮，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知识就是力量。cheese 就是力量，有点冷哦。对啊。OK， 没有接到，有接到就好，有接到。对。所以 Jason， 你是怎么构出这道菜出来？以前就是比较喜欢吃肉类的东西，就是 steak 那些嘛。但是有了孩子之后，为了鼓励他们吃一点菜，就是肉比较好吃一点啊，给他们加 cheese 啊，加比较重口味的东西。那 Jason 这道菜是属于什么风味啊？今天我会用一些比较 Middle Eastern 的 spices， 所以我会有 za'atar seasoning。一些 yogurt 啦，还有 feta cheese。哇，什么 fusion？它这个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因为有醋，所以它会比较 acidic， 而且它有 onions 跟 leek， 也是有一种比较鲜的味道。其实我想问杰森，他选阿迪是不是有策略的？有，因为 cauliflower 就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煮嘛，所以根据 Chef D 有的时间，就是烤一烤它了。这些参赛者们的那个水准都提升了很多，每一个基本的这个厨艺跟他们的功课全部做得很足，制作组真的很用心找人啊。那你这个花椰菜要怎么处理？切成很像一个 steak 这样。这其实前阵子啊，新加坡好像蛮盛行这个花椰菜炒饭，应该全世界都流行。是哦，台湾啊、北美啊都流行。这就是在淋那个 marinade 在那个 cauliflower 上面，过后就放进 oven 的。OK， 还有10秒钟啊！来，哦耶 ！Let's go！ 别紧张！哎，可以剪掉嘛，看看。小朋友，通常花椰菜啊，要它入味的话，要花长时间吗？还是不需要？不用花太多时间，就是通常我们做的话，我们会把一些 cream 啊味道都放下去一起煮，在它 reduce 的时候，然后再放一层 cheese 在上面，拿去烘也可以。意大利式就比较喜欢这样做。OK，Chef， 呀，你要做成是什么样的花椰菜？还不懂，要等那个卡出来才知道。你干嘛一直等卡呢？你干嘛自己没有方向？他有方向，他只是不要跟你讲而已。因为不可以讲的，我讲做沙爹锅变成汤了。对啊，你看，时间剩下32分钟。好，敲钟呢，就是代表说棒棒卡要出来了。好，请看有什么棒棒卡选择 ？A、B、C， 选择 A。棒棒卡真的可以严重影响我们的煮菜的工序。见机行事啦，就是靠厨师的经验咯。英英美袋子，英英美袋子是什么意思？它就是闽南话英英波代机。你听得懂吗？没事做。英波代机啊，这样我英波代机啊，几激动哎，可能给你做，师傅下去打。哇，这个点子好，很好，这个。好，像詹姆斯说的，回去吧。我这个是新的佛跳墙哦。惨了，我希望我的师傅有看到我准备了什么材料。Chef， 棒，来。当阿迪下去做这道菜的时候，希望有随时代替他下去打这场战的心理准备了。华语嘛，英英没袋子。我有一个朋友叫做英英的，他就带了一个很美的袋子过来。袋子里面一定就有惊喜嘛，是给 chef 的惊喜还是给我的惊喜，我也不知道。师傅，我朋友英英送给您的，开来看一下吧。牛油果，哎，这是一个是杏仁吗？还是南瓜丝是吗？哦，甜的。白巧克力。你这一道菜呢，就是要加入牛油果，和白巧克力，用徒弟的原材料煮出一道菜。我们时间继续跑动，加油！
道菜的挑战性是比较大啦。花椰菜它说是配角，它很少时候当主角的。那今天就用这个这么冷门的花椰菜，对我们所有的这些厨师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Jason，是，我要开始做我的 cheese sauce。那为什么你平时不用 ready made 的 cheese 呢？因为自己用的 cheese 你可以控制它的咸度跟甜度那些。OK 那些 ready made 的虽然好吃，但是不能控制味道了。你这个下来是什么东西？牛油、面粉、牛奶，所以你这个 cheese 会倒在里面，变成一个 cheese sauce。是。所以这个乳酪要开小火慢慢煮。对。哎，什么料都没有了，这里只有盐而已吧？好像什么都没有哎。他说只有盐，只有盐，啊还有胡椒。它只有大概就是盐、糖、胡椒粉，然后甚至是一些黄油跟鲜奶之类的，其实是很大的挑战嘛，在调味的时候。David， 花椰菜你最常吃到的煮法是怎么样的？用它来做菜的。有时候如果是真的要清淡一点呢，我就把 coriander 啊那种青的香料就放进去。如果是要做米饭的话，我会加一点点的 brown rice， 因为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吃它，但是其实它营养是非常好，是非常健康的。我就用别的方法来 distract 我自己。像 Lin， 你常吃的花椰菜的煮法是怎么样的？我会把整粒放在那个 oven 里面烘，放了一些香料啊、橄榄油，就很简单。OK， 22分钟 ，Chef， 时间够吗？你说呢？肯定啊，非常充裕啊。哪里？我是假镇定哎，现在是。但是我觉得你是真的是镇定啊，只是因为你在一路做一路想要干嘛。是，但是没有东西啊，可以用的太少了，知道吗？少之又少。边逼思过啊，出了一个难题考到我的师傅了。我现在发觉到原来那个椰菜花是这么容易处理的，一切了就碎了，好像跟我现在的心一样。怎么也这么像我这个比例，一切就碎了，啪！师傅 ，Jason， 是我现在就是需要炸 capers 很咸的，是不是？酸的。其实这个 capers 西餐里面多数都是用在海鲜，哦，可是它用在这个cauliflower 比较特别，不常见。哦，你这个烤好了？还没有。需要在烘炉里面烘多久？大概10分钟这样，应该够时间。OK， 我看 Jason 那边也是差不多了。对，差不多。他只是烘多一轮出来就可以摆盘了。对。Chef Neil， 因为你是不能这样酱啊。如果有一些食材摆在你面前，让你不能是用，你通常想法是怎么走？直接换菜了。就好像如果你的一些限制是不能够做酱，你就要做干的。会有 technique 的话，其实什么食材过来都是用不同的 technique 都可以把它处理掉。尽量。我会先猜是中餐、西餐、日料的哪一路。那比如说今天的食材是适合走内陆的，我就会从内陆再找一些蛛丝马迹，要怎么样往那边走。像你好像是在做3种直接方式。对啊。哦，你还炸了一点花椰菜。对，来做 garnish， 颜色蛮漂亮哈。像你煎这个花椰菜的时候没有加油哦？这平底锅不需要加。对 OK。你为什么加水嘞？因为刚才就是放在外面太久，它有点 cut。加水会有用处吗？会，就要一直搅它才会回到刚才的那个原状。其实我会比较喜欢加酒，哦，加白酒。它是可乐是吗？嗯，可乐可以打 blender。哦 ，idea， 有时间吗？有，那个 table blender。你先放差不多150 gram 下去，看它的 texture 打出来是怎么样。好的，然后你再慢慢加。7分钟了。我看到咸蛋的时候，在我心里面已经有第一道菜了。你煮这个咸蛋黄的时候，一个金沙的做法就很容易就吸到这个咸蛋里面，然后这咸蛋炒出来肯定就会有一些椒姜味。哎，很香哎，这个让我想起咸蛋虾啊。哦，牛油果出来了。哎呦，5分钟，很漂亮哎。还漂亮啊！是是。5分钟。我最担心的就是花菜也没有煮熟，就再用那个火枪来给它烤一下。Jason， 是，你要摆盘啊？对。3分钟。哎呀，就快完了，就快完了，3分钟。哦，Chef，你的白巧克力真的是要撒在上面的。是。
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就会把这个牛油果跟朱古力呢放到那一个搅拌机里面把它打，变成牛油果的 mousse。但是没有给我有这个充裕的时间去准备这道菜。chef 已经在这个 pan 上面分好5份了，就快完了。你加入的是什么东西 Feta cheese， 哦，是那个 cheese。哇，有9、6、5、4、3、2、1，时间到。完成了，完成了。哎呀，我觉得看起来真的还蛮好看的哎，还行，还行吧哈，开心。只是把朱古力丢在那边做点缀呢，算是一点点小遗憾，没有很好的发挥到。刚才在做的时候，就是尽量试吃，然后 along the way 做一些调整。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它味道如何了。Chef Pang 临时上场，煮了3味花椰菜，到底这2道菜谁会胜出？好 ，Jason， 你这道菜，请说出你的菜名。芝士就是力量，因为芝士能带出那个 cauliflower 的味道，就是它的咸度。OK， 而且 cauliflower 里面就是有那些 spices， 起初会吃到那个 cheese 的那个咸度，但是有别的那些 garnishes on top， 所以口里会觉得会有很多 flavor。炸的花椰菜跟那个炸的 capers 就会比较脆，有那个脆的感觉。Red onion 就是有一点酸性的，因为有那个醋。因为我有沾了一些蜜糖也是，所以那花椰菜也有甜度。这道菜我吃得到你的用心和创意，做得很棒。它的口感非常好，然后它的调味也是刚好，这个 spice 你用了，跟这个 cheese 很入味。谢谢。我觉得杰森这道菜呢，加上这个 cheese 呢，还有上面那个 pickle， 带出一点解腻的口感，配搭的不错。我很喜欢那个味道是一层一层的出来，而不是在一个 sauce 里面就全部发挥出来。这个菜的调味就是大人的味道，所以相对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在我们有时候让小孩子去品尝各个不同味道，对他未来的味觉发展会非常好。你小孩喜欢，我也很喜欢。谢谢。Chef Pang 啊 ，yes， 请问一下，你这道菜的菜名是啥呀？椰菜3重曲，3重味道，3重叠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吧。好 ，David， 这个对我来讲，这正是中西合璧，因为这道又很熟悉的味道，来这道一半，又不一样的味道出来。我觉得那个 combination 蛮不错的，蛮特别的哈。刚才我在看 Chef Pang 做的时候啊，我真的没有头绪 Chef Pang 要在做什么。可是我现在吃的时候啊，哇，反而有惊喜。Chef Pang 的 magician， 哦 magician， 这个花菜它有不一样的口感，我也是很喜欢吃。我刚刚看你边烹饪边创意，我也吃得到这道菜的创意感。我觉得巧克力还蛮搭的。对，最上层那一层的白花菜，它是偏辣度，胡椒味非常重，所以跟白巧克力搭在一起，你反而把辣减低下去，然后有一种很舒服的甜味出来，我觉得蛮好的。到底平平无奇的花椰菜之战，谁会胜出？请公布成绩。50-50吧，因为做的时候 individual components 我吃的时候还 OK， 但是最终的那个成品我是真的不知道它的味道如何了。做梦都没有想到会有这道菜了，因为我们一个中餐大厨做了几十年，平时很少接触西式的做法，但是我们还是把它给克服了，完整的把整道菜完美的呈现出来。恭喜 Jason， 恭喜！那为什么你会胜出呢？我们现在听一下评审有什么话说哈。Jason， 其实我有一个建议就是给你，就是以后你做花菜的 steak 啊，可以切比较厚一点，然后那个 cheese sauce 敢放，你控制了那个花菜的口感跟它的弹性是非常好。谢谢。Jason， 你食材搭配得很好，我希望你下一轮呢可以呈现多一点精彩的作品，恭喜你。Chef Pang， 刚刚你呈现的那道菜，我的那个 cauliflower 的 stem 有点硬啊，可能是你给我的那份时间拿捏的不太好。可以理解，对。Jason 这道菜呢，稳扎稳打，当然做的也无可挑剔。Chef Pang 这个呢，我的惊喜呢，就是原来面对西式的材料哦，也应付自如哦。快点。Jason 呢，cauliflower 我会付钱吃，
我很喜欢。对，还有Chef Pang的是，我佩服你，你的应变能力超强，真的是蛮不错的。詹姆士，Jason， 你的菜非常好，非常协调的一道菜，而且主轴相当明确。Chef Pang要怪真的是怪制作单位，因为我说真的，我2个系列没有来，我不知道现在制作单位这么残忍。这个已经让了时间，而且你背负受敌，谁会知道你的徒弟又拿了一个西式的东西？对不对？你真的风度非常好。是，所以并不重要，我们继续在这个烹饪的地方呢，再显出我们的这个力量。我最欣赏就是冯师傅的大将之风啊！好，恭喜你 Jason， 谢谢。你获得了这把刀，外加2000块钱。现在就有一个下一步我们要走的，就是你可以拿着这把刀，外加2000块钱回家。第二个选择，你可以把这个刀给放着，钱退回给制作单位，剩下的2把刀你可以任选一把。如果你胜出，你可以拿到3000块，外加他那把刀。再去到最后一把刀，你可以获得4000块，3把刀。但是如果你直接挑战特邀名厨，你就可以直接获得4000块钱，外加3把刀。好的，我会继续。好，加油！你有2个选择，一个选择是选择下一把刀，或者是特邀名厨詹姆士。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慢慢来，慢慢来，别紧张，他们也是人。我的选择是Chef James。Chef James。Chef James 也是专业的厨师，所以有那个荣幸跟 Chef 一起在同一个厨房里面一起煮饭，我觉得就已经很满足。詹姆士他擅长的是有日式、台式、意大利式，他擅长3个。好，詹姆士，你有担心过什么煮食材吗？应该就是台湾比较少见的食材吧，所以我们会比较少用。OK， 就给我吧，给我个痛快。我的主食材是猴头菇。哇，这个难。在台湾8、9不离十，猴头菇都是拿来炖汤。那我想在这个擂台上面，你不可能把猴头菇跟鸡肉拿来炖汤就结束了，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不同的思维。严格说起来，从公布了主食材一直走到后面备料区，我其实脑袋还是空白。我有 gyoza skins， 如果你要包饺子也是可以。我先把蒜头、姜、葱、干辣椒、洋葱、香菜先拿出来。对，大概要1碗。要香菜可以。青葱要，还有姜跟蒜。葱，猪肉有肉脆。好，会有虾子吧？有。那朝天椒啊，指天椒，还是用当地的东西嘛，对不对？很新鲜的，当地的蛋，送的本地直接送过来的。詹姆士加油！加油！Jason， 这里还是要先恭喜你，因为你是第一个闯关成功的，谢谢，而且是第一个挑战詹姆士。现在你这个主食材是猴头菇，对，你怎么会选择它？我觉得猴头菇它的那个吸收能力很强，所以我今天要煮的那道菜需要猴头菇来吸那个汁，所以呈现的会比较好一点。那你现在做的这道菜有什么特色吗？我今天会做一个印尼式的一个沙爹。我老爸还在世的时候，很喜欢吃沙爹，他就是会去不同的地方去尝试不一样的沙爹，然后会回来跟我们讲，这里的好吃，那里的好吃啊，所以这一道菜算是纪念他的吧？是，那太好了。那你知道你这一次烹饪时间有多长吗？40分钟。詹姆士30分钟，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计时开始。加油！
你刚才说你做沙爹，哎，这里有看到有一个豆瓣，是。干嘛你不自己做饭团呢？这个饭团需要很多时间来做成这种龟肚饭的效果，所以买现成的会比较方便一点。反正它是一个配菜嘛。对对。现在我就是要做腌猴头菇的酱。沙爹酱也是自己做吗？沙爹酱是自己做，对。哎呦，今天就会做一个花生酱。沙爹酱都是花生的嘛？不同国家的会有不一样的 variations，有些就是会用已经现成的那些 peanut butter，像我今天呢，我会用那个 roasted peanuts， 我会把它 grind 成 butter， 就是没有买那种现成的 peanut butter， 所以它的味道会比较不一样。像 David， 如果说你去到不一样的国家吃沙爹，有没有其他不用花生做的沙爹酱？看是哪一个国家，他们有自己的配料，还有这个蘸酱也不一样。哦，所以主要以花生为主的沙爹酱都是南洋这一边的。OK， 酱的话做酱啊 ，Chef Neil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配料啊，就是前面呢，他现在在搅的这些小葱头、蒜头、香茅、蓝姜，当然需要一点时间才可以炒香，因为它们全部都是生的嘛。所以它的原材料都对了吗？基本的都有。OK， 他好像没有看到有椰浆之类的吧？有吗？没有，没有了。没有椰浆的是没有椰浆吧？是。所以你加的是什么？这个就是brown sugar 黄姜粉，coriander root powder、garam masala， 这个很重要。还有我的 ketchup manis， 所以 ketchup manis 是在印尼很常用的一个酱料。ketchup manis 对，甜的酱。像 Chef Bang， 猴头菇在中餐会常用吗？常用啊，它本身你做的好的话，其实吃起来口感特别像肉的。是，尤其我们在这个素食餐厅啊，吃到猴头菇的时候非常好吃。哎，颜色就蛮像印尼的哈，比较深色的哈。哎，这样 Jason， 你这个酱你会炒吧，对不对？我这个是要用来腌那个猴头菇的酱，过后我才会 grill 它。So Jason， 这是你第一次煮这道菜？不是，在家练鸡的时候有用过猴头菇，但是平时煮的时候就会比较用 pork rib 啊，还是鸡肉这样。OK， 因为如果它很会吸汁的话，所以你那个酱料是很重要的。对，其实Jason他这个 recipe 是自己自创的还是？就是有看别人做啦，然后自己调一下它的味道。现在你在做酱汁吧？对，你搅了一阵子，它的 oil 就会出来，然后它就会变成 peanut butter。所以不需要加油吗？不需要，因为花生本身就有油了。好，10、9、8、7、6、5、4。真正到了料理台上面去料理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那个 tense 跟你想象中不一样，是真的是很紧张，那压力很大。chef 下来的时候，哇，就压力就又上一层。我刚刚打电话跟我太太说我要下来比赛，她问我说你做什么？我说做猴头菇，她大笑。为什么？你没做过啊。那詹姆斯这次要弄的是什么菜？麻香汤锅贴，有点麻辣味的感觉，有点像红油抄手这样啊。不太一样，但也有点类似。我会觉得我们的挑战者的 Jason， 他很擅长的是香料的料理，他的菜会比较属于香气是很足，所以我才想我是不是要做麻辣，会稍微可以跟他对抗。熄火，这个枪中大家都很熟悉嘛，就是要请出我们的邦邦卡，詹姆斯。我要在这边这样，还不习惯啊。你会担心邦邦卡吗？都已经站在这边，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美袋子我可以跟谁换？不可能跟林换，也不可能跟 David 换吧？有可能吗？不可能。好 ，Jason， 是你想要怎么样的邦邦卡？拿掉它的一些材料。你最想拿掉什么材料？饺子它有它的虾跟肉，所以如果需要拿掉的话，可能就是虾跟肉吧。但是到底会不会成功，我也不知道。我们马上来请一下我们的邦邦卡吧。邦邦卡，请出菜。A、B、C， 选择是？我选择 C， 确定吗 ？C， 确定。那我们看一下邦邦卡 C 到底是什么？雾锁南洋，该不会把这道菜变成南洋菜吧？有可能哦，可能性很高哦，可能要加入南洋的一些风味吧。lemongrass 啊，对啊，香茅啊那些。那我们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来看一下。好，就是煎加论。
哎，这个就是煎加肉啦。其实詹姆士有接触过煎加肉吗？这个在韩国是不是也有啊？有，韩国是用那个五花肉，然后沾着它吃这样。类似那个，类似应该有调过，那个很接近那个味道，对。比较起来，巴拉煎跟韩国的味道会更明显，但我确定它会是好吃的。时间剩下26分37秒，时间继续跑动。对，其实，在很多的菜肴，只要加入少许的煎加肉的话，都有提鲜的作用。包括我们很多的蘸酱，甚至是直接这样拿来蘸的话，都很好吃。詹姆士是把这个切成片哦。我会把部分切成丁状。这个是要包进那个锅贴里面。所以基本上这猴头菇只是要炒香而已嘛。把它的味道炒出来。那因为猴头菇它很会吸酱汁，所以一开始的思维是我想把咸虾酱的味道放进去。那刚好我要炒猴头菇的时候，我把这个咸虾酱跟猴头菇炒在一起。哇，加肉的味道有，很香哎。那压力很大，尤其它是有计时的在后面，所以你无时无刻都要去算好该做什么事情。哎 ，Jason， 你这个豆瓣有先煎一下。对，要给它外面有一点脆的，有一点焦的那个味道，我觉得比较好吃的。哎，你这个要煎多久啊？你煎很久嘞。我知道，但是你看它外面它的皮还没有焦。OK。所以詹姆士在这里加了很多油。那个是要做麻辣油的。麻辣油 ，OK。所以詹姆士如果说在他那边做的时候啊，而在这里啊，分别有差吗？我觉得差蛮多的。这边不熟，我第一次下来，而且现在弄得有点乱，有点讨厌。第一次在这个擂台里面，其实动线我不是那么的清楚。主持人当然要做好他访问的这个工作，我可以感觉到我跟主持人是一直在换位置，但我觉得这个也是有趣的地方啊。Jason 是，还没有看到你的沙爹，要来了，时间够吗？足够，时间足够，那就好。啊，真的，詹姆斯手脚非常快，他做的东西真的有 system。然后他这个包饺子的是台湾的方式，跟新加坡的锅贴不一样，它有点像中水饺。中水饺，什么是中水饺？对，四川那边有一个包法是这样，它馅不会露出来。还好哎，但是你煎的话，通常要煎多久？大概6分钟吧。12分钟。Jason， 你还好吗 ？Jason， 压力啊，压力，你应该是有压力了。啊，你现在在串了哦，哎，你这个真的是蛮像 skewer 的哈，它是中间串了这个豆瓣，是有意思。等一下你要煎这个沙爹吗？是，煎多久？大概3到4分钟这样。Jason 的沙爹酱还没有做好，还没有。他没有时间了。好，快点，加油！所以现在基本上你已经做好了多少？接下来差不多就准备要组装，然后要大概炒一个配菜就好了。OK， 哎，这个是干炒哦，一点点油而已，它有点让它有热度就好了。好，加油！其实再把这个放上去就好了吧？差不多了。 10秒。 One, come on! 5 seconds, 4 seconds, 3 seconds, 2 seconds, 1 second. 时间是非常非常紧迫，跟我想象中不一样。既然30分钟，不要想太多。在煮那个沙爹的时候，那个火候也有控制得很好。如果开了比较大一点呢，它就会煮得比较快一点，我就会有多一点时间。 我觉得这一场战哦，感觉上好像很快，一眨眼就过。詹姆斯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吗？哈，你嘞？有，但是一眨眼，眼睛一开，就已经煮好了。首先要先试吃的是 Jason 的嘛？对。这道菜名叫爹，沙爹的爹。做这道菜的时候，也让我想起我的老爸。每个沙爹上会有3个猴头菇，所以你可以吃它的原味的鲜。然后第2个你可以沾酱，然后第3个放那个三巴马塔。 因为那个猴头菇的味道会有点重，龟头巴就是为了来 clear the palate。你在40分钟里面，好像你都蛮镇定。有一个部分我有一点慌，就是在做那个酱的时候，因为我用那个小的 blender， 它搅的时候没有搅的那么理想，就需要换去多一个，就会在那边就是花了一点时间。
我觉得这道菜真的是很特别。你看，好像一个 beef rendang 在穿过嘛，然后想象你吃的时候，哎，哇，这样软，那口感又不错。这是一道就是很正统的那个印尼的这个沙爹的料理哦，很多部分都做到位了。我是喜欢你每道菜都有自己调自己的酱料，调到你自己喜欢，还有你的家人喜欢的口味，真的很不错，谢谢。Chef Neil，我就觉得这个调料呢，拿来腌制那个猴头菇做得很好。它会让我想起在巴厘岛的时候。哟，不，说真那个菇其实比我想象的，做得更好。你咬起来的话，有个肉的感觉。哦耶，猴头菇就是有这个 magic。就是，好，詹姆士，请问你这道菜名是什么？麻香汤锅贴。这样的煎香肉对你会有影响，还是完全没有影响？我觉得可以再多用啊。汤的部分我是用虾壳下去做，我觉得在炼汤的时候也可以加。哦，味道会更足一点。对 ，OK。Chef Bam，就是带有很川味的味道在里面，但是又很适合我们本地人的口味。它这个花椒跟麻辣是我想象的不一样的，对，花香麻辣。然后我好像有咬到一个很脆的 texture， 是那个猴头菇来吧？猴头菇，对，说它是有2个口味 ，crispy， 我喜欢。好，这道菜呢，我觉得詹姆士做的很有层次。Lin，哎呀，你没有理我。他2道就吃到完，你们他2道都喜欢，所以我不用多说了。哇，评审的评语对2道都非常赞赏。那到底哪一道会胜出呢？待会我们就会知道啦。同个擂台，两边完全不一样的战火，煮出来的猴头菇谁会胜出呢？马上成绩揭晓。大概70-80%吧，不是说很不满意，但是可以更好。胜算我其实不太在意胜不胜算，我在意的是厨师那2把刀啊。恭喜詹姆士，恭喜詹姆士！哎，那怎么会胜出呢？我们要有请我们的评审来说评一下哈。来 ，Chef Bang，我先说 Jason 吧。你刚才做的那一个 pineapple peanut 酱的，黄梨加了有下去加热吗？炒吗？没有炒。其实这个有待考量哦，我们还是要了解，因为黄梨在这边放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然后就是这么搅了以后，就当成一个 paste 来去这样炸，会有一定的那个风险吧，我相信，因为没有加过热嘛。但整体来讲还是非常的好，希望你继续加油，谢谢。其实2道菜我是蛮喜欢的，一个就是让我想起在印尼和朋友喝啤酒啊、吃沙爹的感觉，味道上没有不好吃的地方。说真的，蛮喜欢。还有 Chef James 的话呢，我很喜欢那个虾汤，很突出，那个肉类那个鲜味也在，其他的是 perfect。其实你的腌料做得非常好，唯一的瑕疵就是太甜了。因为你要知道那个猴头菇会吸那个汁嘛，所以你在腌的时候，可能它吸了太多，整个猴头菇咬下去是偏甜。可是你的那个花生酱做的是很香。然后 Chef James 呢，我很喜欢他的那个虾汤，然后再有一点麻辣油，再加上饺子很有嚼劲，是3个不同的层次，我非常喜欢。Lin，大哥，你这道菜我用色香味俱全来形容。谢谢。Jason， 我觉得如果我去你家，你煮这个沙爹给我吃，我会一直吃。我觉得你爸爸、儿子和太太会为你感到骄傲。Jason， 你的食物做得非常好吃，我很喜欢。可是如果要挑战2把刀你的这个比赛的当中的 level 一定要提高一点。你要注意看到卖相、口感、创意、texture， 因为你有40分钟，40分钟可以做多2样东西出来，可是你要考虑这个方面。Chef James 哎呀，所以我有一句话而已我要跟你学。我在坐在那边也是跟大家一直在学是。其实我站在这里站了3季我觉得我也学了很多。尤其是煮虾汤不用太多虾壳，3只虾就可以了。你用3只虾就能煮出像 Chef Neil 说的这么好喝，这么浓郁。还有一颗蛋。我的虾壳下去炒的时候，我还打1颗蛋进去。蛋下去有一点香气出来之后，水冲进去，那虾子因为也是蛋白质。鸡蛋也是蛋白，所以很容易把那虾子。这个好。哇，学到了，是。它只是下那个蛋黄而已是吗？有蛋黄有蛋白，但是因为蛋白我有部分拿去做了饺子，所以那个里面蛋黄会多一点。学到了吗？学到了。但是还是要恭喜谢谢 Chef James， 恭喜首招成功。Jason， 这个擂台不简单。对。像不同的师傅学到不同的知识。对。谢谢你的参加，谢谢。
我喜欢 Permanent 呢，因为我觉得食物能把人聚在一起。来参加3把刀，能够和 chef 们一起接触，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们给的评语对我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很不错的是有把刀守住，但严格说来是不是很满意？下次我会把动线做得更明确，然后更清楚一点，我会让自己再处于一个更舒适的状态。